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作为一个主打美食的博主，我分享的不管是烹饪还是家庭蔬菜种植都与食物相关。但今天这个可以算作科学普及类的视频，在内容上有点故意跑偏。我的确忍不住想分享一下对于三文鱼洄游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前我就陪孩子们一起去观赏过三文鱼洄游的壮观，三文鱼无所畏惧向死而生的场景的确带给我们不小的震撼。但我真正全面了解三文鱼洄游这一奇观是在当下。刚刚我在 Blue Mountains 南山小筑这一周正值三文鱼洄游的高峰季节，几乎每天我都会在小镇的 Thornbury Fishway 桑伯里鱼道周边游玩，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观赏三文鱼洄游。三文鱼洄游是三文鱼在它们的生命周期中进行的长期迁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生物现象，如同一场生命的壮丽史诗，向我们展示一种不屈不挠、令人震撼的精神。它们从茫茫大海中穿越千山万水，游走在生与死的边缘，只为了实现一个无比伟大的使命：繁衍后代，保存物种的延续。三文鱼的生命通常始于淡水环境的河流、湖泊，比较稳定的温度和水质条件，相对较少的捕食者，以及淡水环境里丰富的微生物和浮游生物作为幼鱼的主要食物来源，都利于三文鱼鱼卵的孵化和幼鱼的存活，以及免受掠食者的威胁。三文鱼的鱼卵在河流或湖泊中孵化后，会在那里度过最初的几个月到1年不等的生长阶段，然后它们会迁移到海洋，因为海洋提供了更多的食物资源和更适合三文鱼的生长环境。海洋中富含的各种浮游生物都是三文鱼的主要食物来源，能够帮助它们快速生长并积累脂肪储备，这对于成熟和繁殖都非常重要。经过几年的时间，三文鱼生长达到一定的年龄和生长阶段，积累好足够的能量，就会感知到产卵地点的呼唤，然后开始洄游，返回到出生地或湖泊产卵。这个回归和产卵的过程被称作洄游。这种有助于保持群种的生存和繁衍的洄游行为，其实在很多鱼类中都很常见。三文鱼主要有大西洋三文鱼和太平洋三文鱼2大类，不同品种的三文鱼洄游时间有所区别。像我在这里看到的这种Chinook salmon，又称作 King salmon， 是最大最有价值的太平洋三文鱼的一种，通常在8月开始活动，并活跃到9月。我一直很好奇三文鱼是如何穿越海洋、湖泊返回到它们的出生地进行繁殖的。三文鱼依据出色的嗅觉记忆，能够记住水中特定的化学信号，而这些信号可以帮助它们识别自己出生的河流或溪流，利用太阳的位置和地球的磁场来导航明确方向，识别水温、盐度和淡水的比例等水质特征，甚至它们自身有可能具有的基因记忆等等机制组合，使得三文鱼能够在数千英里的旅程中准确地找到它们的出生地，这真是太神奇了。在多伦多有10几个观赏三文鱼洄游的地方， Thornbury Fishway 桑伯里鱼道是其中的一个。穿越小镇来到这里观察三文鱼洄游，是大家在这个季节最普遍的一种消遣。如果你想边享受美食边欣赏三文鱼洄游的壮观，这个坐落在水坝旁边的名为 Mill Cafe 的餐馆是最好的选择。这里的菜品虽然美味，但我的视线还是不断地被旁边飞越堤坝和鱼道的三文鱼所吸引。
三文鱼一旦开始洄游，就等于开启了他们命中注定的死亡之旅。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他们随时面临着生存威胁，包括捕食者、天敌、逆流、激烈的竞争和归途中的种种艰辛，需要勇往直前的坚韧和无所畏惧。三文鱼洄游是为了产卵，不分雌雄，它们必须回到它们的出生地。堤坝可能会改变水流和水温，所以三文鱼需要跳跃它们来寻找适宜的产卵地。跳跃堤坝是三文鱼的一种生存本能，它们会不懈努力以完成洄游，确保它们的基因得以传承。在这里，我看到一条条三文鱼一往无前的跳跃、落下、再次跳跃，脑海里直接反映的是我最喜欢看的一部电影《Mission Impossible》。三文鱼在洄游产卵时，不仅需要消耗极大的能量，而且为了准备产卵，在穿越河流的途中，它们不进食或只进食极少，这导致它们体内的脂肪储存减少，肌肉质量下降，能量耗尽。一旦历经艰难险阻，洄游成功，返回出生地，成功排卵，完成繁殖过程，大多数三文鱼也就完成了它们的生命周期。而对于无法完成跳跃堤坝这项极具挑战性任务的三文鱼，它们可能无法到达适宜的产卵地点，从而影响繁殖过程。多次跳跃堤坝失败可能会使三文鱼受伤，耗尽所有能量，这可能会减弱它们的体力，使其更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受伤和死亡更是在所难免。由此可见，三文鱼洄游是何等悲壮。当我漫步在风和日丽的湖边，我知道湖水里正有无数长途跋涉、勇往直前、奔赴堤坝和鱼道，准备逆流而上的三文鱼。在通往堤坝的三文鱼必经之路，我看到两岸从早到晚都有一些垂钓三文鱼的人们，而清澈湖水中游动的三文鱼在四面楚歌中艰难前行。这是我的镜头下三文鱼洄游必须闯过的激流，我深深地感叹这是如此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每年却有成千上万的三文鱼会集体迁徙上游，跨越不同的水域，挑战自己的极限，无所畏惧地去奔赴，去献身，展现着顽强的生命力。三文鱼洄游是希望与绝望的交织，它们坚定而脆弱，生命的韧性与自然的残酷形成鲜明对比。不过，令人欣喜的是，我看到这些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将一个装满洄游成功的三文鱼水篮拉了起来，对每一条三文鱼进行测量、分类统计，以便监测其数量和生长趋势，追踪它们移动和洄游习惯，再把三文鱼送入堤坝另一端平静的湖水里，让它们最终回到出生地，准备排卵繁殖，以维护其种群的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平衡。这些保护鱼类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举措，特别值得我们的尊重。人生不易，我们都有迷茫、脆弱、焦虑、无助的时候。生活就像洄游，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让困境和挫折成为自我发现和成长的机会，找到内心的平衡及和谐。我们下次见。